贝比鲁斯，美国职棒的传奇人物，曾经夺得12次全垒打王的头衔，并且在1927年创下单季60支全垒打的纪录，在其职业生涯总共累积了714支全垒打。在那个被称为死球时代的时期，贝比鲁斯的长打能力远远地超越同时代的打击者，于是他在球迷心中建立了不可挑战的神格地位，被尊称为棒球之神。罗杰·马里斯，洋基队的外野手，在30多年后挑战贝比鲁斯的纪录，单季60支全垒打。然而眼看着马里斯的全垒打数字步步逼近，球迷的心中并没有喜悦，因为英雄只能有一个。1961年洋基第154场比赛，马里斯在第3局击出了第59号全垒打。9局上半2出局，马里斯最后一次打击机会，为了防止他追平纪录，精英队在落后的情况下做出不寻常的调度，王牌投手霍伊·威汉登板救援。You're not that knuckleball. This weather's gonna be dancing all over the place. Even if he gets wood on it, it's not going anywhere. Bushlinger! In baseball, Wilhelm takes the sign, but we all know what's coming. Does Roger Maris have one last home run in him? Dances and floats, you don't know where it's gonna go. Oh, he fouled it back. Roger had a good cut on that ball, but it's dancing all over the place. Wilhelm's got it. 受到蝴蝶球的压制，马里斯只能铩羽而归。在棒球的世界中，蝴蝶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球路，它能够忽左忽右，或者突然的下坠，以几乎不太规则的方式运动，也就是这样能够愚弄打击者。接下来，我们将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出发，了解蝴蝶球的原理，并且进一步的介绍并分析其他各种变化球球路。讲到流体力学，一般人最熟知的就是伯努利定律。但是在伯努利定律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流体理论需要了解与认识，以便具备足够的基础知识。我们先来谈边界层理论。当流体流过障碍物时，会与障碍物发生交互作用。我们先来研究最简单的情况。当流体以速度 v 流过一个平板，流体会跟物体表面发生摩擦。因为流体一般都是有粘滞性的，所以越往平板表面靠近，流速会越来越慢，直到趋近于0。这个流速逐步递减的范围称之为边界层。在这个薄层内，粘滞力主导物理现象，有粘滞力的区域就不适用伯努利定律。然而在边界层外面，粘滞力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流体的行为接近于无粘滞性的理想流体，所以可以使用伯努利定律加以描述。我们稍后会再回来谈伯努利定律，现在先让我们来关注边界层内的现象。当流速 v 不大的情况下，边界层内的气流是稳定的，流体的流线就像千层派一样，这样的边界层称之为层流边界层。障碍物的几何形状会影响边界层，例如说从平板变成球体的时候，会有新的物理现象发生。我们把球体周围的流线画出来，绿色的部分代表边界层，它是重要的区域。我们先来探讨边界层外面的区域，那是可以运用伯努利定律的地方。观察一小块体积单元的运动，
因为棒球运动远低于音速，不必考虑压缩效应，这一块小体积在运动过程中保持体积不变，而且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口径不断变化的管子中移动。当它靠近 A 点时，速度逐渐变慢， A 点又叫做停滞点，流体会从停滞点开始往两侧分离。当它离开 A 点后，速度逐渐增加，到达 B 点时速度最高，然后通过 B 点之后又逐渐减速，到达 C 点时流速又降到最低。伯努利定律是说，高流速的地方压力小，低流速的地方压力大，所以 A 点 C 点的压力最大， B 点压力最小。有趣的地方是发生在下游的区域，从 B 到 C 压力是逐渐变大的，边界层在这样的外部压力变化下，如果这个压力差足够大的话，会发生边界层往上游逆流的现象。一旦发生逆流，上游的边界层就会被推挤离开球体表面，这种现象叫做边界层分离。分离点大约会发生在 B 点附近，在分离点之后的流体非常的不稳定，会不停打转，然后生出各种大大小小的涡流，这种情况称之为乱流。因为它是出现在障碍物的后方，所以这整个乱流区域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尾流。因为分离点就发生在 B 跟 D 点附近，所以尾流的宽度大致就和球体的宽度差不多。整体来说，尾流是一个低压区域，这是造成空气阻力的主要原因。然而分离点发生的位置很容易因为障碍物的外形而变化，像是流线型的物体，分离点会发生在尾端附近。尾流变小了，阻力也就大为缩减，这就是为什么机翼以及太阳能车要设计成流线型的原因。除了障碍物的外形，另一个决定分离点的因素是障碍物表面的粗糙程度。先来看一组有趣的实验。左边的图是光滑球体的实验，分离点大约发生在球体最大截面积的地方。右图是在上游的地方加上一圈细线，结果分离点向后退，尾流变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球面上的微小凸起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就在于边界层的状态改变了。原本应该是稳定的层流边界层，因为球面上的凸起部分制造出小尺度的涡流，使得边界层演变成乱流的状态，这称之为乱流边界层。我们知道边界层外面的流体不受粘滞力的影响，所以有较大的流速。乱流边界层因为受到涡流的搅动，使得它与周围较快的流体发生混合，这样一来，边界层的平均速度变快了，有更大的动量往下游冲击过去，如此便造成分离点向后退，尾流也跟着缩小了。高尔夫球在表面上设计了很多的小凹洞，目的也是为了制造出乱流边界层，以达到减少阻力的目的。然而，棒球也不是光滑球体，表面约有1公里高的缝线会干扰边界层。通常的情况，棒球的缝线也会导致分离点的位置延后。缝线在棒球表面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这会使得尾流发生偏折的现象。然而，棒球的旋转又可以分为2种方式，一种是旋转一圈的时候有4条缝线划过，称之为4缝线球；另一种是旋转一圈有2条缝线划过，称之为2缝线球。弓角的变化会使棒球受到不对称的作用力，这可以借由风洞实验加以测量。这张图是代表4缝线球在转速等于0时，各种角度所产生的作用力。可以看到棒球自转1周，作用力重复变化4个周期。我们现在运用电脑动画，更详细的来说明这个实验结果。空气固定的由左边流进来，一开始角度等于0的时候，缝线在2侧的分布是对称的，所以尾流没有偏折，位于球的正后方。一旦改变球的弓角，尾流很快的就发生偏折，在大约22度附近向上偏折最大。要如何解释偏折的原因呢？上游的边界层气流在经过缝线之后会变成乱流边界层，请注意下半边的缝线比上半边更接近停滞点，也就是下半边的乱流边界层提早发生，走过更长的路径，有更多的机会发生混合，
因此边界层得到更大的速度与动量向下游流去，下半边的分离点就延后了。相反的，上半边的分离点较早，流速也较慢，两侧的边界层气流在尾流中混合后，平均速度偏向上方，这就是尾流发生偏折的原因。要理解棒球所受到的作用力，我们可以把中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当成黑盒子看待。原本水平流进来的空气，经过黑盒子后向上偏折，这表示空气受到向上的作用力。从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可以知道，在这个黑盒子中一定有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作用在棒球上，这就是缝线的不对称分布所造成的结果。继续改变弓角，到达45度时，作用力恢复为0。再来尾流会向另一侧偏折，到68度时作用力最大，90度时又恢复为0，这样子就走完一个周期。所以转一圈360度，作用力就有4个周期的变化。若是改成以2缝线的方式旋转，实验结果发现自转一周有2个大的周期变化，作用力的最大值相当于棒球重量的2/3，周期比4缝线大1倍。我们先把坐标系定义好，以方便之后的讨论。使用直角坐标系 ，x 方向指向本垒板，y 方向指向一垒侧，并且令 xy 平面与地面平行 ，z 轴垂直于地表。这样定义的坐标系，升力刚好在正 z 方向，重力则在负 z 方向，侧向力在正负 y 方向，阻力在负 x 方向。我们先假设蝴蝶球的自转轴垂直于地表。从俯视图观察，假设飞行过程中球自转了半圈，根据前面风洞实验的结果来推断，4缝线的蝴蝶球会有2个周期的左右摇摆。改成2缝线旋转的话，蝴蝶球的轨迹会有1个周期的变化。在实际应用上，投手必须要尽可能的压抑球的转动，所以投球时要利用指尖把球向前推出，这样的投法是相当难以控制的。自转轴不一定会固定在特定方向，再加上作用力的变化对于弓角相当敏感，这使得蝴蝶球的轨迹非常难以捉摸。在一次的练习当中，红袜队的威克菲尔为观众展示了蝴蝶球的漂移能力。从蝴蝶球的研究，我们已经了解到，在极低转速下，缝线的位置，或者说弓角，完全决定棒球的受力情形。但是在棒球运动中，其他种类的球路都比蝴蝶球自转快10倍以上。在高速自转的情况下，还要考虑新的物理效应，那就是马格纳斯力。为了要排除缝线的干扰，我们以光滑的球体来说明。当球体开始自转的时候， B 侧的表面跟周围空气的运动是顺向的， C 侧刚好是反向。我们知道边界层内的流体受到粘滞力控制，所以 B 侧的边界层会比 C 侧具有较大的流速往下游流动，也就是 B 侧的边界层具有较大的动量，这样 B 侧的分离点自然较为延后，两侧的气体混合后造成尾流向下方偏移，球体因此受到横向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是由转动所引起的，叫做马格纳斯效应。马格纳斯力的大小大致上正比于空气的流速 v， 还有球体的自转角频率 omega， 所以马格纳斯力的经验公式为1/2乘以马格纳斯系数 cm， 空气密度 ρ， 棒球截面积 a， 半径 r， 自转角频率 omega， 以及空气流速 v。马格纳斯系数是一个无因次的量，也是唯一的待定系数，可以从实验测量得知它的值。任何物体的转动是有方向性的，所以适合使用向量来加以描述。譬如说，自旋向量 S， 把拇指指向箭头方向，那么4指握起来就代表物体回旋的方向。更进一步的，还可以用箭头的长短来代表转速的快慢。所以向量这种东西可以完整的描述一个物体的自转。至于说马格纳斯力的方向，可以利用右手定则来决定。
以4只指头指向棒球前进的方向，拇指指向自旋向量，这样掌心面对的方向就代表马格纳斯力作用的方向。我们已经了解光滑球体转动的马格纳斯效应，那如果把缝线的干扰加进来呢？尾流的方向开始变得摇摆不定，球体的自转与表面的缝线产生综合的效应，使得马格纳斯力变成随时间变化。虽然说边界层复杂的行为还没有被完全的研究透彻，然而透过实验的测量，还是可以得到平均的作用力。如果球的自旋向量水平指向3垒的一侧，这样马格纳斯力就会贡献在升力上面。这张图是实验测量结果，横轴是自转参数 SP， 定义为球体表面圆周运动速度 r omega 除以流速 v， 纵轴是升力系数 CL， 定义为马格纳斯系数乘以 SP， 上面的曲线代表4缝线球的升力系数，下面的是2缝线球的升力系数。以一颗时速140公里、转速每秒20转的快速球为例，4缝线球的升力系数大约是2缝线球的2倍。增加转速或者降低球速，两者的差距会明显的缩小。跟棒球的重量相比，这个4缝线球的升力相当于棒球重量的 60% 左右，而2缝线球则约为 30%。知道升力的大小就可以估算运动轨迹，绿线与红线分别代表4缝线与2缝线快速球的运动轨迹，虚线是一条直线。当球抵达本垒板，4缝线球大约会掉落40公分左右，而2缝线球大约掉落70公分左右，两者差距约30公分。若是完全不考虑升力，在只受重力作用的情况下，棒球会下落接近1公尺的程度。另一种极端是自转轴垂直地面的情况，这样马格纳斯力完全作用在侧向力的方向上。以同样的球速与转速作为例子，当2缝线球在抵达本垒板时，会有大约30公分向左或者向右的横向移动，4缝线球则大约有60公分的横向移动。在棒球的术语里面，这种横向或垂直移动的能力称之为尾劲。由于表面粗糙程度的关系，棒球的阻力系数介于光滑球体与高尔夫球之间。虽然说一般认为2缝线球比4缝线球阻力大，但是从一般的实验资料来看，两者的差别并不大，而且在特殊条件下，2缝线球的阻力反而还明显的小于4缝线球。投4缝线快速球的时候，把食指跟中指按在缝线上，拇指放在正下方，投出去的时候手指往下扣，让球产生这样子的旋转。4缝线快速球的自转轴通常会有些倾斜，这会产生往右打者内侧移动的尾劲。从投手的视角来看，自旋向量 S 指向右下，利用右手定则得知马格纳斯力 M 指向右上，至于说重力则是指向下，做一个平行四边形就得到合成力。投卡特球的时候，食指与中指稍微偏向外侧，放球时手指往下扣，让球产生这样子旋转。Ball 1-2. He struck him out.
二缝线快速球的时候，食指与中指放在两条缝线最靠近的地方，拇指放在正下方，投出后会以二缝线的方式旋转。如果食指稍微用力的话，让球产生这样子的旋转，产生更大幅度的侧移跟下沉，这就是所谓声卡球。Over the years. 投滑球的时候，食指与中指放在球的外侧，手掌稍微转向侧面，放球时手指往下扣，让球产生这样子的旋转。To being John Smoltz, I think. 投曲球的时候，手掌完全转向侧面，放球时手指向前转动，让球产生这样子的旋转。Beckett was rolling early on. Here in the first, he sits down Brett Gardner. 投指插球的时候，把食指跟中指岔开，压住球的两侧，拇指放在球的下方，这样子投出去的球会有较低的转速，产生大幅度的下沉。投变速球的时候，先把手指比成 OK 的手势，然后把球放进来。这种握法会降低球的转速，产生类似于指插球的效果。纵向滑球是滑球的一种变形，它的自转轴是平行于运动的方向，这样的话马格纳斯力就变成0，只剩下重力跟阻力作用在棒球上，所以它会快速的向下坠落。子弹球的自转轴介于纵向滑球与卡特球之间，同时也具有这两种球路的特性。它有接近于快速球的球速，而且还如同纵向滑球一般，可以大幅度的下沉。不过，各种球路的特性范围很宽，球种之间的差异性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可以当作区隔，所以也有人认为把子弹球归类在卡特球或是滑球的类型即可。投螺旋球的时候，手掌往外翻，这样子把球投出去。以右投来说，螺旋球的自转方向与左投的滑球跟曲球相类似，所以它会向右打者的内侧偏移与滑落。由于螺旋球非常的伤害手臂，所以这种投手非常稀少。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并且解释边界层的行为，也介绍了各式各样的变化球路。希望这些丰富的内容有助于增添平时各位看球还有玩球的乐趣。
もサイドの高めに行く球が一番危ないんでね、インサイド構えた。